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吧。情感导师周伟老师，欢迎周老师啊。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啊。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曲伟老师啊。接下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已经2年半了，热恋时他对我很好，温柔体贴，可热恋期一过，他就像变了一个人，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很可爱，但在一起久了，我觉得我被他营造的假象给骗了。他骨子里是一个很强势、控制欲很强的人。如果我哪点做的让他不满意，他就会咄咄逼人地指责我，让我和他越来越难以沟通。现在他什么都不喜欢和我分享，我们就像2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不知道我们要怎样做才能打破现在的僵局。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刘，26岁，来自四川销售；女嘉宾小王，23岁，来自四川学生。有请2位，有请。主持人好，老师好。欢迎2位哈。看短片的时候，你老说啊，你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和感受呢？其实我跟他已经交往有2年半了吧，时间也算挺长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矛盾越来越多，就是经常一天吵几次架。他什么事情也不愿意跟我说，然后我就觉得我们2个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哦，所以你们2个人的这个恋爱状态是每天吵架，是吗，小刘？对。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说一说吧。就是自从他工作以后，他经常就会耷拉着脸回来嘛，然后就看他不高兴，我就会问他你遇到什么事情了，然后他就不愿意告诉我。我就是属于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然后我就会逼问他，他还是不会告诉我，然后就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就会。这种小事情，然后我就会跟他吵架嘛，因为我心情也会因为他的心情不好而不好，就是很没有安全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做了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呢？就是上次 KTV 的事情，然后他因为一点小事情就特别的暴躁，然后当街吼我，然后把我吼哭了，就大家都看着我，骑自行车的路人都下来看我。啊，那这件事情啊，你不觉得是你的错吗？我不觉得是我的错啊。事情是这样的。当天 KTV 聚会是我一个大学同学，异性嘛，他回来了，我们一起拉着几个好朋友一起过来，一起聚个会，然后我把他也带去了，因为我怕他不高兴嘛，然后也把他带过去了。带过去之后，我就进门和我的女同学寒暄了几句，就大约4分钟的样子吧。然后寒暄4分钟啊，这挺长的啊。还好吧。他只是把这件事情说为寒暄，其实是就进去过后，他的同学对吧？你带我过去介绍一下，就是说啊，这是我女朋友，然后介绍一下，我给她打个招呼。进去过后，我就在对面坐着，他就过去跟他女同学聊天，然后坐在我的对面，我一个人在那儿。不是给你介绍了吗？我介绍过他，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介绍就是。你应该带我过去，对吧？很有仪式感，说啊，这是我女朋友，然后我坐在她旁边，就是他们聊天，我坐她旁边，我不说话也可以啊。他就是他们2个聊得很开心，有说有笑的。但是我聊了几分钟之后，我看着他挺生气的，然后我就过来了，一直哄他，哄了1下午的时间，然后直到聚会结束就我们唱歌唱完了，然后他还是不开心，我给他说一句话，大约10分钟左右才搭你一句。我只是不想说话而已啊！我不开心，我不说话，我觉得就以沉默来应对，我不可能跟你吵，对吧？那你这样的话，我不生气吗？那你生气就该当街吼我吗？我是给他说了，那你走吧。你是这样说的吗？你声音有那么小吗？明明是就是我给你模拟一下，哎，你走嘛！就声音特别大声，然后真的让我很难堪当时，而且他说了过后，他还直接走了，就转身离去了。他明明知道我特别介意，就是他跟异性接触嘛。我觉得这种事情，他的异性接触就要带着我呀。他明明知道没安全感。唱歌唱了多久啊？2、3个小时吧。啊，就那还没化解呢。就是我觉得他就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感受啊。他随时就这样疑神疑鬼的，然后随便怀疑我和异性的关系。我跟他吵架，我吵不过他，我说一句话，他怼10句给我。行，这个听明白了啊，这个没有安全感，这不还好喽？
因为大学女同学嘛，不可能老聚，对吧？比如说他还玩软件，这也是异性接触呀。你是指社交软件吗？对，社交软件，而且第一次我发现他玩软件的时候，他就直接当着我的面然后删掉了，我看都没看清，然后我逼问他，就是女人的第六感直觉就特别的准嘛，他就一直不说，我就一直逼问他，后来他才承认了，当时我就说我们分手吧，他又来求我和好，然后我们和好了。我的那个聊天软件是手机推送给我的，然后推送的，手机会给你推送聊天软件，你不去搜它，它会推送吗？真的是。我就好奇，我就下载了一下，然后被他发现了。你说第一次他是好奇推送，然后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都被我发现了，还是不同的聊天软件。他的理由都是啊，我就好奇，他给我推送的，我就下了，然后我就删了，我什么都没干。我跟你解释过了，我什么都没干啊。你干没干？我怎么知道呢？你每次都把它删掉了呀，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你干没干？我就看了一下而已。你给他看嘛。就是他，你把手机给他看不就完了吗？我给他看了啊。他就删掉了，我还看什么呀？他说你看吧，我已经删掉了，你看吧。然后，你聊没聊？我说实话，没聊，下没下？下过。聊没聊？聊。你说实话，聊没聊？可能聊过1、2个吧。哎，你这是交代这个事儿不就完了？聊过1、2个是吧？嗯，我对他也很不满啊。他经常说我聊天软件，然后说我和异性朋友接触，然后他自己有一个男闺蜜。男闺蜜不可以有啊，有朋友不可以有啊。你可以有你耍得好的异性朋友，然后我就不可以有吗？我就连一个异性朋友聊天这个他跟男闺蜜到什么程度？就随时我发现我们2个之间有争执的时候，她就一直给她男闺蜜说，她男闺蜜就挑拨离间了，我感觉，就聊天记录有事情可以跟朋友讲吧，我难过的时候我就跟朋友诉说很正常呀，只不过恰好他是个男的而已。这。然后今天我还带了一些聊天记录。你还带我的聊天记录？哦，无所谓无所谓，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有做什么。来看看啊，我真的烦死了，一睁开眼就是说的是你是吧？对，啥都不干。是我。那你觉得他该干啥？主要是碍眼，不然你让他学习，晚不洗衣服晒，我做饭洗我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聊天呀。你看他，如果你早点，你现在肯定过的话，我就不好了。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吗？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只是倾诉一下呀。不应该是你们俩交流的吗？我让他做，但是他不回应我，我就情绪无处发泄，我又不想骂他。那你也不能找另外一个人说呀，对不对？对，她男闺蜜经常和她聊天，然后她就不允许我和异性聊天。哦，对哦，他和异性聊天。不是你这点怎么不对呢？我以为他是说他应该跟我聊呀，怎么跟男闺蜜聊？结果他的点是说，你看你跟男的聊，为什么不让我跟女的聊？你点不对呀，兄弟。对呀，那是我朋友啊，你聊的是什么？我跟你讲，主持人还有一次就是。他经常不是工作了嘛，然后我就给他发很多消息嘛，他不回我，我还挺理解的。他回我就是我工作在忙，然后有一次我就翻他的手机嘛，我就看到他一个女生的聊天记录，超级多，还有语音通话时间50多分钟。你有截屏吗？我没有截屏，但是我记在了脑子里，而且时间一对，就是他跟我说他在忙的时候就在和那个女生打电话，然后我问他，他说这是个好朋友，我发现了就是好朋友了，你知道吗？本来他就是好朋友啊，我给你解释过了。那个女生说什么？她说你分手了，记得告诉我哟。这是好朋友吗？好朋友会这样说吗？她等你分手了给你庆祝是吗？不是你那个闺蜜也说了，早点分手啊，早分手没有那么多痛苦。但是女生的语气不一样啊，她邀请去她家吃饭，就说我做饭给你吃，你分手了记得告诉我。只要是女孩子就很明显听得出来这句话里面是什么？你分手了，我做你的下一任呀。反正我觉得他这些跟异性的交往就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呀，我就觉得你不尊重我，你不是想跟我好好的在一起。2年半了，在聊天记录里也呈现出了什么家里的房子什么的，你们俩谈恋爱，双方父母都知道吗？我是跟他一谈的时候谈了可能有3、4个月，我就觉得我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嘛，我就告诉了我的父母，然后我们到快1年的时候，我父母就有邀请他说你带他来我们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然后他都拒绝了。我没去吗？我最后还是去了。当时拒绝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主持人，我跟你说，我早上是9点上班，晚上是8点下班，他都给他父母说的，6点钟吃饭，然后我怎么去嘛？我不相信，就是1点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呀。不，
人家要是8点钟才下班的话，确实挤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是他的态度问题，就算我这父母这边他见不了，对吧？然后但是他父母那边呢，就是我们1年半的时候，他都没有告诉他父母我们谈恋爱的事情。我觉得这一个消息、一个电话就可以说明的事情啊。然后而且他过年回去的时候，他亲戚要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没有说他有女朋友。我为什么不给我家里的父母说？是因为我觉得最起码要1年半以上，然后2年左右。然后才告诉家里。我就问他嘛，我说你为什么不说？然后说啊，我觉得不够稳定，哎，我不想说嘛，我就是不想说。不是他觉得不稳定不可以吗？但是后来他的借口就是啊，我就是不想说，他就这样。那不叫借口，就是不说。对呀，就是所以他就不认可我呀，他不想跟我在一起呀，我就觉得。哦，你们俩要都这样了，其实你们俩分开不好吗？谈过分手吗？分过很多次。分过多久？2、3个月吧。因为什么而分？就是他莫名其妙的说提分手，然后说我们不合适。我觉得这种借口真的烂大街，你知道吗？我们不合适，所以我们分手，然后分了嘛。对不住，我打断一下，我不觉得我们不合适是个借口，我们不合适不就是一个态度吗？我们不合适，他没有借口。但是后续来说就是他的借口呀。我后面就有找他嘛，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发短信，他把我微信拉黑了 ，QQ 拉黑了。我真的没觉得我没做错什么呀，然后托他朋友就是给他发消息嘛，然后而且我还去他家下面等他，他真是一点回应都没有，完全没有回应，然后我就放弃了呀。当时分手是这样一回事，当时我是刚毕业刚出来工作，然后1个月薪水2000块钱左右，然后房租都要交1000多。他当时还有我的生活花销，大约1个月要在3000左右，完全就超负荷了。然后我就寻思，你是觉得我是你的负担吗？没有，不是，这有就是有，干嘛说没有？你算完账又说没有，可能当时觉得你就是这么说吧，是不是那会儿觉得我的收入谈恋爱我有点谈不起？是，当时觉得有点谈不起。第二个就是，当时他脾气也挺大的，凡是。就我跟他有争执的地方，他就一通说我，然后我工作的事情给他说过一次，就我实习的那个公司，他说你早点换工作吧，你不换工作我就换男朋友了。但是他的工作确实是看不到前景呀，他在他亲戚手下工作，完全都没有上升的可能性啊！我让他换一个，就是自己去打拼一下，我觉得我没有错呀，我只是给你提建议，不是说什么数落你呀，我也是想为了你好。最主要的是，就我们分手之后。可能半个月的时间不到，他又找了一个。我是因为赌气，那个男生就正好在追我嘛，但是我不想接受他，但是他那段时间真的不是这让我伤透了心。那个男生正好在追你是个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是跟我分手了吗？那个男生就追求我嘛。他无缝链接啊，是吧？这不是赌气这个词更准确啊，这个词更准确。他说我无缝链接，但是我和那个男生在一起过后，其实就只是为了赌气他嘛。他也和别的女生就是亲密拍照，就头挨着头，脸贴着脸那种，拍了照还发到微博上面。他平常都不发微博的，他就是故意给我看的呀。那你还不是一样？但如果不是你的错在先，你不提分手会有后面的事情吗？我们分手之后，你为什么找一个男朋友啊？气你啊，就是气你啊。那后来呢？后来怎么又在一起了呢？他找我复合了。你又去找去了？最后还是忍不住去找他了。我跟他和好也是觉得他曾经真的对我很好呀。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每天都可以安排好很多事情，就是一条龙服务那种。然后他还为我提报。建议你千万不要想当初，主要是看现在。和好之后怎么样？当时我没帮你提包吗？基本上每次的出行，他的包都是我帮他提的，但是偶尔我会有一点小抱怨，他就不高兴了，提包是小事，随时给我发脾气。那另外的事情呢？我是属于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嘛，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准备各种惊喜，他生日的惊喜，然后什么跨年我就会给他准备惊喜，但是他从来没有过，从我们谈恋爱到现在，他从来没有给我一个惊喜，哪怕一朵小小的花都没有。我没给你买礼物吗？你指的是发链接买吗？哦，就是这样。哦，你发链接给我吧，我帮你买。我觉得这没有任何意义呀，我自己都可以买了呀，我又不是想要你那个钱，只是想要你那个心意啊。我觉得买礼物这件事情啊，我怕我买了东西他不喜欢，他用不上。但是这种事情我跟你讲过呀，他第一次你发没发吧，姑娘？发了呀，这发了你还抱怨什么呀？但是我发了不就说明你认可了这个行为了吗？但是前2次我跟他说过，我说我不想要这种链接，我说我希望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种事情我是还是很和气的跟他说过这种事情，但是他还是没有实现过。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就跨年的时候嘛，他也没给我准备礼物，就是我们朋友聚在一起嘛，他们的男朋友全部都给他们准备了惊喜，然后就我一个人。就感觉特别可怜，特别孤独，就在那一刻对比之下，就觉得很难受。
他在你还会觉得孤独？不是，他们的男朋友还可怜给他们准备了礼物呀，就是惊喜嘛，就是很用心，但是他却没有对我用心。我最后叫你把你自己喜欢的发给我，我给又是你买老套路，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心寒。所以今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女生？我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他对我的态度，那些能够为我去改变点东西，还有他在他工作上面的态度。我觉得他对他工作不上心，所以导致他的就是经济上能力不行，然后他又以经济这个能力来，就是说啊我们不合适之类的这种事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让我换工作。之前的时候我不是说过吗？我刚进这家公司实习的时候是拿着2000多的底薪，然后现在的话大约是5000多。他一直觉得，哎，我这个公司没前景的，一直想让我换工作。我真的只是想为你好呀，我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我要这么理解，就是说嫌他挣的少呗？不是呀，我从来没嫌他钱挣的少。那是嫌啥呢？就是我想为了我们的未来，希望他也能够多努力一点，而不是说挺努力的吗？大学毕业2年，从2000多的这个工资到5000多，不是挺努力的吗？是偶尔。偶尔也可以了。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你还要挣多少钱啊？是他平常态度的问题，跟他挣钱没关系。因为他的态度问题让我看不到未来，我就觉得，万一他这个公司没有，工作没有了，他怎么办？他就没有其他的能力可以做了。哦，那是他的事儿嘛。因为我足够爱他呀，我足够喜欢他，我觉得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逻辑我没听懂。就是我是特别操心的一个人嘛，我总是想去操心他所有的事情。累不累？累。那也许他一辈子就这样了呢。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我就要拼搏，我就要往死里干的人。我就这样，哎，我很安逸的、慢慢的、舒适的往前走。这个你接受吗？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但是我又感觉是因为是他，所以我感觉我又能接受，所以我觉得很矛盾。啊，好，你要的是他的积极上进的态度，还是要一个结果，收入的结果？这个特别重要。我想要他的态度。就是态度是吧？好，所以女生的所有行为在他看来就是因为我爱他。男生今天能来，也是因为爱他是吗？对。那你愿意为他改变吗？愿意，但是他的控制欲太强了，就是他总希望我朝着他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做。我平时也很努力嘛，但是总是不如他的所愿。哎，这样，在这段关系当中，到底有哪些问题，又该如何调整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先说一下女方吧，就是刚才整体你们这个感情描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你是比较强势的。当然，你在自己的内心的强势里面呢，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装，就是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他，在这个外衣下面，你所做出的事其实不是爱他，而是在不断的伤害他，比如说像多疑是因为我在乎你，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理由，而且你自己也很解脱。对吧？因为我在乎你，所以我会查你手机，我会怎么样。那我们要记住，其实多疑是我们在爱情关系当中最可怕的一种情感。多疑会让感情杀死感情，所以这点我们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我们的男方，坦率的讲，你没有给到足够的安全感给到女方。如果你的手机上没有那些软件，它不会起这样的疑心的。它没有安全感是你给的，好吧？好的，好，谢谢周老师，珊娜老师啊。对女生，我有3个质疑，你不用回答我，你听一下我这3个质疑是什么。第一就是你对男生要求那么多，但我怎么没听到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第2个质疑是，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是我在工作上够努力？第3个质疑是，你到底是不认可他这个人的工作，还是不认可他这个人的能力？这3个问题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很多女生的恋爱观里面，她们觉得谈恋爱是有套路的，要什么给我拎包，要什么仪式感，要什么纪念日的礼物，各种节日都要礼物，还要惊喜。但是你从来不会认真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细节是能够表达出你真的爱我。
他替你拎包就证明他在乎你吗？他给你准备了惊喜就证明他爱你吗？他跟你过每一个节日就代表他心里是把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吗？我觉得不一定吧。拎包你没有手吗？过节日他已经给你买了你想要的东西，那什么样的东西算惊喜呢？买一个你不喜欢的，你又会说你都不懂我，不了解我，对不对？所以在你说对方用套路的时候，女生难道不是在用套路吗？而且我觉得你不够聪明的地方是在于哪儿？你们两个人之间很大的问题说在于不沟通，对吧？你跟他沟通的方式是什么？在他下班回家以后质问他，你怎么了又不高兴？你都没有诚心诚意的去想要坐下来好好了解他在工作当中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者他现在工作有什么样的压力，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认可他这个工作，所以接下来等待他的话是什么？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干这个工作嘛，要不然你哪有这么大压力啊？所以他不愿意跟你沟通。第二 KTV 事件，问题是在于你不去融入他们的聊天，然后在那儿生闷气。聪明的女人是应该走入他的生活，了解他的过去，所以你做的永远都是在做恰恰相反的事情。最后说安全感，我觉得一个女生在恋爱过程当中，如果过多的纠结于这个男人身边的异性的问题的话，这个安全感是自己不给自己的。而女人的安全感应该是在什么？在你满腹经纶的诗书，在你按时完成的工作或者学习，在你关心自己的银行卡里是否余额足够，在你关心是否能够找到一款更适合自己的护肤品，或者说健身房里面我去锻炼2个小时。你把自己的时间安排满了，把自己提升到那个高度之后，你觉得你有那么多的闲暇的时间，有那么多的闲心去在乎他身边有多少女人吗？谢谢珊娜老师，严老师啊。莎拉老师说了女生你自己的问题啊，现在咱们探讨一下你面对的问题，就是他，这个男人是问题吗？在你心里他是个问题。玩游戏不上进是问题，和异性交往聊天不够专心对你是问题，不告诉父母你们的感情不重视是问题，都是问题。所以你得出一个结论啊，我很爱他，但是他的态度有问题，我要求他调整态度和我相处。那你知道态度是怎么来的吗？态度是从他自己内心的认知来的。你在他心中没有游戏有趣，你在他心中不够有重量，说服他换一个你认为好的工作，甚至你在他心中的分量不足以让他告诉父母我交了一个相爱的女朋友。他的态度就是他心里对你的认知。非常抱歉，他没有那么在意，没有那么喜欢你，这是你面对的问题啊。你说我很爱他，我不能控制的爱他，想要帮他去设计生活，想要帮他去改进上进，那不叫喜欢，那是想控制他。所以我觉得你要面对自己的真实的内心。男生，我觉得你还算是有一点点自知之明啊，你没有告诉你的父母，你还算了解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他，没有那么在意他，才会有他所控诉的种种。所以我劝你呢，让他知道你内心真正的感受。你如果不能给他想要的爱，那你就离他不要那么近，你就稍微远一点，不要一边嘴上说着我爱你啊，喜欢你啊，一方面诸多的行为都是他不认可的。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调整啊，面对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他，或者多不喜欢他，好吗？希望你们快乐一点啊，别哭了。好的，谢谢杨老师。来，齐总。女生需要平复一下心情吗？其实，哎呀，那我先跟男生说吧。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哭吗？你知道严老师的哪句话让他潸然泪下吗？就我不是太喜欢他吧。女生是吗？是这点吗？不是哪一点？你告诉我。其实我是因为我自己，因为我听了导师的话过后，我就觉得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有太多的问题了。你的问题在哪儿？
我觉得我在去想要了解他之前，我应该先去了解一下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应该去做些什么，而不是全身心的放在他的身上，太去为他着想了，我就完全没有去提升自己那些，就是没有去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就像莎拉老师说的，我觉得应该去提升自己，然后我看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可能我多照顾自己过后，提升自己过后，可能我态度自然而然的就不会那样去要求他了，他也不会再那样去对我了。所以你觉得你的认为的核心是，其实你不值得，不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反而没有自我，是吗？男生听到这个话有什么感受？刚才他说的这么动情的话，你的感受是什么？感受，你没有感受，你没有感受。所以你们俩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女生刚才在和川儿沟通当中说的一个词儿。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爱情当中居然有一方会觉得孤独，你没有抓取到这个关键词。女生在这份感情当中无数次体现到了孤独感、无助感，比如说在 KTV， 比如说在别人的男朋友送自己女朋友礼物的时候，她什么礼物也没有，种种的迹象表明她是在感情当中很孤独的，需要人去温暖她的孤独的心。你不理解，你没有看到，你忽视掉。而女生孤独感的核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的自私。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也恰恰证明了你的自私。我不应该这么去付出它，我才知道我的心不应该全放在你身上，我应该让我自己过得更好。这样呢，结果是你才会来找我。这句话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第一意识是有问题的，你还是在想自己。你不觉得你的孤独背后核心是你自己？因为我把他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我身上，我为他着想，我要改变他。你是为自己呀，你不是为他好，所以不要让自己这么自我。在两个人感情当中，一定要敞开心扉，真正的为对方好，才可以让两个人都好。男生呢，你肯定是不喜欢这个女生的，你肯定是不爱的，因为他所有的心里的感动，所有心里的感觉，你都不能理解，你是无感的。外在你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心，你的好奇是基于说，你对他是不满意的。不满意，我可以不带他去见我的父母；不满意，我就可以去尝试好奇的事情。所以五四三番的去上那个聊天软件。所以说，你如果不喜欢这个女生的话，尽早跟她说清楚，好吗？就这样。谢谢曲总，别哭了啊！现在年轻人呢，完全标签化时代。你看女生上来就好多标签贴上了，我仪式感。我们不说仪式感好还是不好哈。但是怎么就会那么直眉瞪眼的就说出来我就是一个很仪式感的人？所有人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谈恋爱，你看全标签化。我知道这段话他们都不爱听，但是我得说，很简单，这个世界就是男人和女人吧，所以爱情是一很重要的事儿。可是这个世界除了人之外，是不是还有太多的东西？除了男女之间那点感情，是不是还有太多的感情？要不要朋友？要不要亲戚？要不要同事？那么多的感情，你们太闲得慌了。我现在总结就是太闲了。你没别的事儿啊？有啊。那你天天盯着他干嘛呀？这不是闲得慌吗？你也是够闲的，20多岁你天天刷那玩意儿，你没别的事儿干啊？有，太耽误时间了，远离啊，远离。记住了。至于爱情不爱情的，你们自己衡量。老师们该说的都说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60秒。从最开始到现在，我都还是很爱你的。虽然你经常做一些事情让我很伤心、很难受，但是我每次都原谅你了。你总是说我什么咄咄逼人，总是在逼你，但是在我看来，我真的是想为了你好，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多理解我一点。我觉得你是很爱我，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太束缚着我了。你强加给我的东西，我是达不到。然后，在这段恋情当中，也让你感受到了很孤独。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未来的话，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好好在一起吧。我们用一本正经的说了一堆他们不爱听的道理啊。
这个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就愿意跟年轻人讲道理，年轻人从来是不愿意听的。谢谢两位，请回，请回。来，请关门啊！这对年轻的朋友会作何选择呢？请开门。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他，很高兴他也喜欢我。可是在一起之后，他就再也看不到我的好了，对我也是冷冷淡淡的。他总说他很爱我，但我觉得他对我的爱像是一种绑架。我身边出现的所有异性，他都觉得有问题。他不仅控制我的交友，还干涉我的工作，严重影响了我的事业。也许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情侣间出现一些小摩擦都是很正常的。希望他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湖北，模特；女嘉宾小静，24岁，来自湖北，网络主播。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咋啦？本来和他在一起好好的，可是后来他就逐渐对我冷淡，最后甚至冷暴力，还提分手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想通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开导一下他，然后分析一下我们的问题，然后看能不能挽回，再好好的在一起。所以你是来挽回的，对不对？对。是你要分手了吗？是他控制欲太强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我才会分手。控制你啊？对，控制欲比较强嘛。我和他刚认识的时候，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主播这样的，然后那时候工作了几个月，有几个粉丝就是特别支持我，后来加了微信，后来他就把我粉丝删了。为啥？因为那个粉丝就是他和那个女粉丝大半夜打电话聊天，聊1-2个小时，然后我就很吃醋，就感觉很暧昧，有点过分了，我就把他删了。这是控制你啊，删你的粉，还有别的吗？然后有一次我就离职了嘛，换了别的工作，然后有一次我出去接活动，加了一个女同事的微信，然后回来我第一时间跟她说了，然后她就直接把我手机就拿过去。跟那个同事聊天，他们具体聊什么我都不知道，后来就导致把我删掉这个情况。加一个同事的微信，这很正常啊，这不能说明那女孩有什么问题吧？可是那个女生把他删了，他现在怪我，这就有点问题了。那你不对啊，那你不对，那你蒙我，我以为是说你加了个女同事，她给你删了呢。女同事把他删了，他不知道跟那女同事说了什么。对，是的，是的。对，我忘记说的这一节了。对，那你跟人女同事说什么呀？你又不认识。我就问他是以后想一起合作还是工作上面，结果那个女同事说喜欢他，就是想和他成为男女朋友，然后我就说我是他的女朋友，其实是我在跟他聊天，他就把他给删了。你看人女孩知进退啊，有女朋友就不聊了吗？这没毛病啊。其实。女同事把我删了，没有这个女同事其实没有关系，没事儿啊。就是说我以后如果出现每一次有同事加我，他都是拿我手机去删的这个情况，那我肯定是受不了的。那肯定，因为之前出现过好几次了。不是一个，有很久之前的同学啊，包括一些朋友啊聊天，他发现了，然后就直接删掉了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这确实是我之前就是占有欲有点强，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太多安全感，因为我是第一次谈恋爱，然后想和他就是好好在一起，第一次谈恋爱不太。对，反正我觉得这姑娘的道理就特别多啊。好，接着往下说，后来对你还有影响吗？后来就是我出去工作，我做模特。做一个婚纱摄影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出去和别人异性会有这个拍摄，然后他说不行，这个肯定不能去了，然后双人的就不让我去，然后我就想我就拍单人的吧，然后他单人的也不让我去，为什么？之前双人的他说要和别人拍婚纱的，后来也就因为听我的就没有去拍了。后来单人的是因为他前一天本来约好了，可是前一天就是被电动车给撞了，然后我觉得他伤得比较严重，看着他比较心疼，他连走路都还得我搀扶着，就感觉去不了那次摄影。我觉得计划都赶不上变化，然后演戏也可以，对他特别想去，
但是他想去就可以啊。但是他身体上确实是走路都有点难受，看着就很心疼他。也没有那么严重，我是就是擦破点皮，没有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是吧？没那么严重。所以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呢？我一是因为心疼他，然后我觉得拍摄效果也可能没那么好。这不，你想去，那是谁推的呢？然后他跟摄影师说推了。因为他男的不让我去嘛，然后我就只能说不去了，肯定是听他的嘛。你为什么要听他的？当时他态度很强硬的，就大不了说分手嘛，分手就分手嘛。没有，我也不是说随便。我跟你说，我也不是说随便就说分手的这样一个人。不让拍双人的嫌亲密，不让拍单人的是因为他觉得不合适。这个我基本就觉得就影响到极致了，还有更极致的影响。他因为同样的一个原因，还后面就发生了一次，我就接一个别的活动，当天晚上约好了，第二天突然间临时不让我去了，也是很恼火。为啥？那次是因为价格太低了，我觉得就是，成本就比较高，价格比较低，我还有更好的资源给他，然后就没让他去了。您是他的经纪人是吗？不是。那你是他的女朋友啊？你怎么管那么多？你累不累？你不怕自己老吗，姑娘？还好，我觉得双方就是互相沟通，然后提一下建议这样。而且我有更多优质的资源，没必要去那一个价格低的，我有更好的。这个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怎么生活，小子？双人的不能拍，一模特，单人的不能拍，这个价格低的活动不能去参加。那你靠什么生活呢，臭小子？是啊，我就谁养你？生活不了了呀。生活不了，谁养你？那段时间就是他支持着我的生活吧。那时候我是想着他这样肯定是撑不了多久，总有一天你会让我出去工作的啊。我就说你要这样选择，你肯定就会要吃点苦头的。你委屈了？没有觉得委屈，是我心甘情愿的呀。那你为什么要哭？就自己的做法感动了自己是吗？不是自我感动，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没有必要说出来呀。只是觉得两个人既然在一起有困难就相互扶持一下。我们才毕业几年，然后没有必要对他要求太高。这不是人为制造的困难吗？我可以去工作，我可以挣钱，非要把我关在家里面，这不人为制造的困难吗？对，我给他有更优质的资源，我也想让他从事一些稳定一些的工作。可能我们一开始对这个方向未来的计划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也调整了一下，我也支持他去完成他的梦想了。哎呀，其实姑娘，你说你要做个经纪人可多好啊！这么为艺人考虑啊，但是，那怎么样啊？后来呢？养了几个月呀？2、3个月吧，终于承受不住了吧，然后就我出去工作了嘛。啊，出去工作这就没事了吧？亏苦啊，他都自己吃了吗？然后后面又发生一些事情，我出去工作，他跟着我去啊。这个没什么，你就当带个助理吧。刚开始是觉得，哎呀，陪着我去，哇，真的挺感动的，有这样一个女朋友真好，陪着我去。后来过了几天。从他的表现中，我发现不对劲了，怎么感觉像在监视着我呀？那是不是你干了什么坏事了？就是我跟同事说的话，他跑过来就跟同事就恶语相向这样的。啊？真的吗，姑娘？你不是恶语相向，是因为他休息时间已经到了，已经很久了，他没有去休息。然后我就心疼他，我就跟那个女同事说，要让他多休息一下。他当时手都已经冻肿了，然后已经到休息时间，可以下班了，他还在那里。我当时是一时着急，声音大了一点。就老这样是吗？对，就是老是这样。你这个太公私不分了呀！我说你自己去做一点工作，你自己去工作一下，要不就在家里面，他不是要考研吗？我说在里面学习复习都可以，但是他不行，就要跟着我。我来是为什么呀？我来是给他，他有时候东西忘带，他比较马虎，然后我每次给他送东西。送东西只是几次，他不可能每天都有东西那你能忍受吗？那肯定是受不了了呀。年轻小伙子谁受得了这个？就等于女方要求的是24小时能黏腻在一起，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这个负担很大，怎么老腻在一起？是不是？我受不了，我需要自己的空间。你是这么想的，是吧？是的，是的。那你当时没提出分手什么的吗？对，我当时就直接是提出分手了。我没有同意啊。当时他就是因为那个女同事跟我提分手，我觉得因为外人跟我提分手。后来我跟那个女同事道歉了，也给他们带了
点小礼物，算作补偿吧，这样。你这图什么呀？哎呦，然后呢？就想让他的关系没那么尴尬，他和同事的关系没那么尴尬。就更尴尬嘛。然后呢？后来就是给他妈妈打了个电话，当着他面的跟他妈妈沟通，因为他想分手，然后我就想让他妈妈就帮忙开导一下他。有问题跟我说就好了，怎么还跟我家长打电话了，还让家长操心？因为我们之前他爸妈其实都知道的，只是这次出现问题了，他们可能面对事情更冷静。没有他这样冲动，他就一气之下把所有关于我的全部都删了。你妈劝你回头？对，是的。我妈回没回啊？我妈就说这么好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不珍惜她呢？为什么要离开她呢？当时我妈就逼着我要跟她在一块，今年就不能走。我当时就听我妈的，没有走。哦，那在一起这个我能想象得到，关系一定不好，他肯定对你不会好。是不是？对，后来自从这个以后，他就对我特别冷淡，还把所有就是手机密码全改了。之前都是有什么事情都跟我说，然后手机也全给我看，去哪里都告诉我的。后来他就每天下班，明明到了下班时间，他会过1-2个小时才回去。为啥呢？就因为逃避我，觉得我让他太压力大了。我觉得改密码什么的，他都可以跟我好好说，我又不是不可以沟通。像之前的那些我也在改了。不是改密码，为什么要跟你说呢？因为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啊，我们2个人没有秘密，相互坦诚。行吧，所以他提出分手，你不愿意才来这儿，对吧？对。姑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把可以能给他的已经都给他了，毫无保留的都给了他？也没有毫无保留吧。你还留了点什么？你告诉我。我也在有自己的工作学习计划呀。你还有什么？没了？你只有一份脑子里的计划而已啊。他其实为了我，确实付出了很多。为了我确实付出了很多。对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你是不是把你自己的所有都给了他吗？差不多吧。对，为了我都不去工作。其实我对他不去学习了这样的，没有不去学习，我只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确实刚好没有打算有那个学习计划，我在工作。行吧，男生是坚决要分手吗？说实话，你今天别再肉乎了，态度很重要。之前我看他手机，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呀。之前在他手机里看到了他和前女友的聊天呀，前女友不应该就是已经分开了，就已经不再联系。是，所以通过你对他的了解，基本上轮廓是有的嘛。见到陌生女孩就勾搭嘛，见到女同事也不放过嘛，跟前女友还有暧昧联系嘛，你就给他踢了，不就完了吗？他也不是像你说的这样。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我相信的是他，只不过讨厌的是那些女生。这就麻烦了。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女生，逮一个你讨厌一个，姑娘你讨厌得过来吗？确实讨厌不过来。得了吗？反正怎么说他都听不明白。我问你呢？跟不跟他分手？分就分。说，哎呀，这个姑娘如果改一改的话，我还能在一起。你给个明确话。之前发生这么多事情，我确实就是有点受不了他。我也知道他对我很好，我也知道他对我付出了很多。我都记得。他以后如果改的话，我还是会和他再待一段时间吧。只是再待一段时间啊？就是让他能接受了，慢慢的适应。如果不能改的话，就是没有结果。他的意思是最大的底线是说，我再陪他一段时间，让他接受我跟他分手的事实，是这意思吗？是的。分手很坚定，怕女孩想不开，就说你稍微变变，我可以陪你一段，等你走出这个情感状态了，我就走，是这意思吗？是的。那就是坚决分手啊。我知道，确实有些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第一次谈恋爱，然后有些爱他的方式有点让他难以忍受，让他觉得没有空间。但是我也可以改变的呀。通过他说的这些，我意识到了我的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需要改变啊，姑娘。需要改变。可能有个男生就喜欢你这样的，就喜欢你跟他分享密码。就喜欢你陪着他，就喜欢你腻在他身边。可是我只喜欢他呀，又不喜欢其他的人。好吧，这是一个难题，各位老师，你们看怎么解？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位女同学，姑娘来，
哎，可能你是第一次恋爱，对吧？所以呢，你所有的对恋爱的这种感知和经验，会有一些不正确和跟现实脱轨的一些恋爱观。你比如说，我就是占有为主，你是我的男朋友，你所有的一切都要归我这个掌管。那因为你第一次恋爱，你缺少这个经验。但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啊，它不是占有，它是成全，这才是大爱。你知道吧？你看你现在做的事儿，你就像个代运营，你知道吗？刚才我听了你那些描述，我在帮我的明星运营他的粉丝，对吧？我在运营他的社交，我在运营他的一切，那是一份工作，这不是两个人情感的状态，明白吗？我们不应该这样，你要给他一个空间。我知道这男孩子无论从各方面，可能是你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你想，你要对白马王子，你是想做一个公主跟他地位匹配呢，还是说我要做那个牵马的马夫？他是不会跟马夫生活一辈子和结婚的。白马王子一定找的是公主，对吧？但你现在就要把手放开他那个缰绳，你要成为你的公主，让他骑着马过来找你，而不是要成为一个马夫，好吗？这是我给你的建议。那我们这位男生，你非常幸运啊，当然幸运的背面是不幸，对吧？就是有这么爱你的一位这个女生，对吧？她能够毫无保留的事无巨细的为你去着想，对不对？但平时啊，你还是要多跟她沟通，不能让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身上。还有这姑娘啊，我还没敢说后面的呢。如果你俩在一起啊，以你目前的这种状态，你未来会碰到一个更大的情敌，你知道是谁吗？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非常喜欢我。那是现在。信我的。我们回到这个男士，就是现在坦白的讲，要不你接受他，要不你残酷的拒绝他。我们中间不能再拖了。这个孩子经不起这种藕断丝连般的这种情感，就是要决绝，好吧？谢谢，谢谢周老师。话已经说得非常温婉了，但是态度在那儿啊，决绝。重要的是你的态度。来，尚娜老师。我先说男生两句啊，就是你稍微爷们儿一点，在分手这件事情上，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要么就和好，要么就分手。什么叫我陪你度过一段时间呀？你把他当病人啊，等他病好了以后你再离开他呀。我跟姑娘说的是什么？好的恋爱关系像什么？好的恋爱关系啊，像火车轨道一样，是平行的，但又有相交。火车轨道两条，中间有一个横杠把它们连在一起。你粘得太紧了，这个人势必会跑。你听过那个南风效应的故事吗？这是一则寓言，是法国的一个作家，他写了一则寓言。他说这个南风啊和北风比赛，说看哪个风能够把路上这个行人的大衣给脱掉，那这个风就算厉害。这个北风呢，他就拼命的吹，使劲的吹，然后路上的行人呢就觉得这个寒风刺骨，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了。南风呢，它慢慢的吹，特别温和的吹，然后路上的行人就会觉得，哎，阳光正好，风和日丽，反而渐渐的把身上的大衣就脱掉了。所以这个寓言故事说明什么呀？急功近利。你越是拼尽全力的付出你的一切，向对方掏心掏肺，你越会输。在恋爱关系当中，一定是要保有个人和自己的空间的。你如果真的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部压在他的身上，不是你累，是他累。我明白老师你的这个建议，只不过现在我也在有改变了。然后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多少都是会有一些问题和小摩擦的。等一下，我还没说完。你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你急功近利；第二是你不表明自己的心意，你把你自己的自私加上了滤镜。什么为他好，担心他身体，担心他工作累，你不就是怕他出去跟异性接触失控吗？你就是自私啊！我是信任他。你不要，都是女人，谁都明白。他出去，他
做的工作就是会接触异性，就是天天跟异性在一起，我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我就是害怕你跑了，怎么了？你为什么非要在你自己的这种担心上面加上这个滤镜？哎呦，为你好，你看你腿又受伤了，人家自己都不觉得自己累，想挣那份钱，你担什么心呢？所以我觉得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样反而会让自己更可爱。你非要把自己包装成那种，哎呦，我担心你，你看你工作完了，你还不结束工作，不回家，还跟女生聊天，你多累呀？那是他累吗？他高兴着呢。所以我觉得爱很重要，但是表明自己的心意，这个会让你的恋爱看起来更真诚一些。所以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你现在在改变自己没有用，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改变自己，这是最愚蠢的行为。你就是你，有人爱你，有人不爱你，你去找那个爱你的人，不爱你的人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没有用。你再改变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你也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明白了吗？因为之前你已经在他这里是负分了，你再往回找不回来。我相信他还是爱我的，他不爱你了。他爱不爱我是他的，他才知道。那你就请你离开他，默默的爱他。好，你说的他爱不爱你是他的问题，是我后来你爱不爱跟他分开了他是你的问题。好，那就请你离开他，放了他，你好好爱你自己的，能做到吗？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不要干涉他的生活。从此之后，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默默爱你的就行。好吗？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生活的阻碍。谢谢。我也先说说男生。男生说，我想再给他一点时间陪着他，但我是要分手的。似乎听起来说是，哎呦，这个男孩还蛮善良的，就对吧？你在点头，你也觉得自己是善良的。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没有底线的善良是懦弱。其实。
要逼疯他，你何必呢，姑娘？你饶过他吧。这是我听到的最绝情的一份告白，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比我好太多了，你改改吧。你不改我都不知道你未来怎么样，都怕了，就分手2个字他都不敢说出来。你好好想想吧，这是爱吗？谢谢2位，请飞，请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情侣作何选择，请开门。如果他们在这段恋爱的经历过程当中明白了真爱，明白了爱情当中的互相尊重和尊重自己，我想他们就没白来。祝电视机前的每一对恋人在恋爱当中不迷失自己，永远做一个独立、爱自己又会爱人的人。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呀，我和男朋友呢都是离异，离婚后呢房子是我男朋友父母的，男朋友同意他的前妻带着孩子一直住在他们的婚房，他父母呢和他们还住一个小区，帮他们带孩子，我觉得接受不了，以后结婚了肯定会因为这个吵架。他觉得是我有问题，真的是我的问题吗？我太小心眼了吗？在婚前呢，你去探讨这个问题，确实是你的问题，因为你这叫越界管理，你只是他的女友，你不是他的家人。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在结婚之前表明你的态度，以及要提出你的想法和设想。那如果这个想法和设想合理的话，经过好好的沟通，我相信你的男友是会理解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已经开始越界管理，他一定会起逆反心理，那么之后你想要婚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再一次的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